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把赵丽颖和冯绍峰的新剧各看8集，一个当场弃剧，另一个会追到底。年末了，各大视频网站又开始冲业绩，台上来了不少剧。有偶像剧《爱的28定律》，也有商战剧《风吹半夏》和古装玄幻剧《星河长明》。有趣的是，《风吹半夏》的主演是赵丽颖，《星河长明》则是冯绍峰的新剧。前任夫妻隔空对打，至于谁输谁赢，看了剧就一目了然。《星河长明》，冯绍峰退钱。《星河长明》原名《九州朱颜记》，一听这名小八心就凉了半截。毕竟九州系列剧就没一个能打的，简直一个比一个拉垮。但是冲着冯绍峰，小八还是花钱开了会员去追剧。几集看下来，小八心里只有一句话：冯绍峰退钱。故事是这样的，冯绍峰饰演朝国皇帝玉修明，彭小苒演叶北公主的侍女叶灵霜。朝国和叶北关系紧张，冯绍峰便借机求娶叶北公主妻海蕊，他觉得公主肯定会拒亲，这样他就有理由开战了。没想到公主很有大局观，为了部落和家人愿意出嫁。但在迎亲队伍回大朝的途中，叶北羽人族的王子将公主救走了，好假的翅膀，陪嫁侍女彭小苒因此沦为俘虏，被流放荒地。彭小苒有预知未来的能力，在流放的途中，他借此跟男配做交易，把自己送进了大朝国里专管占星预知的部门，给张铁林当手下。后面的剧情大家也能想到了，就是男主发现女主藏在大朝，两人在互相的争斗中互生感情，又因为彼此的立场相爱相杀，纠结虐恋。剧情俗套就不说了，小八更不能忍受的是这部剧的特效。作为古装玄幻剧，特效是重中之重，结果好家伙，这白狼王用四川话来说就是假的背时，而且弱到彭小苒一个人都能把他拽住。然后在男主的帮忙下，两个人手牵手握着一把小匕首，就这么把白狼王给灭了。拜托，这是站起来比人还高的狼，不是一只家养狗啊！再看男二这个羽人，翅膀甲就不说了，朱正廷是爱豆出身，没什么拍戏经验，吊在半空中一直在左右晃动，肢体十分僵硬。怎么，你这鸟是刚结束冬眠？当然，整部剧最烂的还是演员的演技。小八是看出来了，冯绍峰就是遇强则强，遇弱摆烂。他在《知否新居》里的表现都很不错，但在这部剧中，他的演技起码倒退了10年，整个人显老又油腻。女主彭小苒的问题更大，她的脸崩得很明显，是磨皮10集都遮不住的僵硬，演技也没啥进步，妆发更是照搬东宫的造型。张铁林一出场，就让人瞬间回想起《还珠格格》，讲台词时头要看着天，手插在腰上，声音的往下压，把台词吼出来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张铁林演戏还是那老一套，真就靠年龄混成了老戏骨。剩下的配角也没什么可说的，脸一个比一个奇怪，演技一个比一个拉垮。小八真的很怀疑这部剧的拍摄动机是什么。再看看观众的观后评价，离谱、俗套。2022年居然还有这种剧，这总不是小八在尬黑吧？今年的国产烂剧，上半年有《镜双城》，下半年就是《星河长明》，这俩就是2022烂剧界的卧龙凤雏。风吹半夏，赵丽颖有点东西。说完前夫哥，赵姐的新剧是骡子是马，也得拉出来溜溜。风吹半夏改编自阿奈的小说《不得往生》，原定叫野蛮生长，后来又改成了现在这样，这几个名字无一例外都透出一股狠劲。赵丽颖饰演的角色名为许半夏，半夏是一味中药，炮制过后味辛性温，但本质有毒，就像她的角色一样，外柔内刚。剧中
赵丽颖的母亲因难产去世，父亲因此恨上了女儿，父女俩从小就不亲近。后来父亲再婚，家里就更没有赵丽颖的位置了。经济独立后，赵丽颖结婚成家，开了一家废品回收店，还认识了欧豪、黄登登2个好兄弟。原本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，但好景不长，她老公将第三者带回家出轨，赵丽颖撞破丑事，2人厮打起来。赶来的欧豪为了保护赵丽颖，将对方打废了，因此蹲了5年局子。这里要表扬一下赵丽颖，在《知否》中，她一激动连台词都说不清，而在这部剧中目睹老公出轨后，她表现出了不错的爆发力，台词和情绪都很到位。5年后欧豪出来，赵丽颖已经将废品店发展成了小公司，准备带着兄弟们做进口废钢的生意。想做大生意，就得先搭上行业大佬。赵丽颖在酒桌上伏低做小，一口闷了整杯白酒，就为了能入局做生意。不过小八也要明说，赵丽颖的醉酒戏演得不到位，或许是她没有这类体验吧，表现得不够真实。抱到了大腿，就要开始筹备资金和场地了，这也牵出了团队3人的第一次分歧。赵丽颖负责借钱，另外2人搞定场地。欧豪的个性比较偏激，村民不愿意出租贪图，他直接拉来废油进行污染，让村民不得不答应。预告片中有一段剧情，暗示后期欧豪和黄登登会生出异心，再结合这一场景，就会发现矛盾一早就埋下了。好不容易做好全部准备，赵丽颖跟着大佬们出国谈生意，到了国外才发现他们是被人骗了，大佬们认栽回国，反正他们底子厚，还扛得住。他们能吃闷亏，赵丽颖吃不起啊，她把所有东西都赌上了，怎么可能2手空空的回国？最终经过不懈努力，她竟然谈成了大佬们都没谈拢的项目。当然，生意没有那么好做，就算赵丽颖有主角光环，也不会轻易成功。废钢拉回国了，回收价格却跌破底线，简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在众人的奚落嘲笑下，赵丽颖承担着巨大的压力。商战剧少，大女主的商战剧就更少了。虽然比不上鸡毛飞上天，但风吹半夏已经是近年来少有的高质量商战剧了。几位主角都发挥得不错，配角阵容更是强大，李光洁、刘威、王劲松、冯佳怡、柯蓝，个个都是1秒入戏的好演员。剧播出之后，有不少观众吐槽赵丽颖又胖又老，小八倒不觉得这是大问题。在剧中，赵丽颖就有个外号叫胖子，做生意忙得心力交瘁，发胖浮肿都是情理之中的事。更何况，小八宁愿看脸上有肉有皱纹的演员，也不愿意看那些千篇一律五官都被抹平的演员。赵丽颖和冯绍峰才离婚1年多，如今2人的剧又同时在播，自然免不了拿来做对比。说实话，小八对冯绍峰是比较失望的，因为他明明是有实力的，在《知否》里，他的演技就明显压过赵丽颖。没想到人到中年，他却开始摆烂了。接星河长明这种明显不适合自己的剧本就算了，接了也不好好演，这是打算自毁口碑吗？赵丽颖虽然也在接古偶，但已经有转型意识。今年播出了《幸福到万家》《风吹半夏》都颇受好评，在85花里算很有冲劲的。这一场前任夫妻的对台戏，赵丽颖更高一筹，风吹半夏可以继续追到底，星河长明就拉倒吧。最后说一句，冯绍峰，你可长点心吧。